为什么货车一到深夜就容易失控横冲直撞？只因跑夜车的司机都恪守着几条保命规矩，比如遇到陌生人拦车，绝不能开门让其上车，必须一脚油门快速驶离，半点不能犹豫，更不能贪财贪色，否则必遭祸端。想要跑长途一路平安，就得做到遇财不捡，遇色不碰。为了多赚点钱，我跑长途货运时选了整条公司最凶险的线路。这条线之前已有3个司机出过事，没人再敢接手。老板本打算关停这条线，我却主动接了下来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这条线的利润高的诱人。我安安稳稳跑了几个月，没出一点纰漏。可我的顺利很快就让有些人坐不住。要知道，一般长途货车都会配2名司机轮流值守，但这条凶险线路只有我一人敢跑，抽成比别人多，还不用和人分钱，所有利润全进我口袋。这般好事，自然有人眼红嫉妒。老板的小舅子林晨宇突然主动提出要给我压车，这小子在公司里横行霸道惯了，我根本没法拒绝。若是不答应，以后在公司肯定没好日子过。跟我关系要好的老司机偷偷拉着我提醒：“你傻呀！人家就是嫌你赚得多，让你带熟线路，好卸磨杀鱼呢。”我轻轻摆了摆手，没往心里去。既然敢吃跑长途这口饭，就得有过硬的底气和心性。我打眼一看，就知道林晨宇这小子没什么真本事。这条线不算太远，2天就能跑1个来回，可其中1多半路段都是崎岖山路，凶险万分。一路上，林晨宇都心不在焉，眼神飘忽，能明显看出来，这小子打心底里有点怵这条线。快到傍晚时，天色突然阴沉的可怕，压抑的让人喘过气。没一会儿，细密的小雨就淅淅沥沥下了起来。富哥，雨天山路太滑，不好走。咱们前面加个油，避避雨再走呗。林晨宇的声音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。我望着前方不远处的6段山，缓缓点了点头。那是整条线路最难走的一段，山势陡峭险峻，山间不时有碎石泥沙滚落，一旦下雨，路面更是湿滑难行。我把货车拐进路边的加油站，一个白衣女人立刻迎了上来，她手脚麻利地给车加满了油，脸上挂着几分刻意的笑意。2位大哥，那边的面馆是我开的，我下面给你们吃，正好避避雨。加油站的白衣女人笑着说道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拉拢。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东北角有2间被杨树遮挡的旧平房。我在这条线跑了几个月，却从没注意过这里还有一家面馆。这个时辰，面馆里空荡荡的，除了我们再无其他客人。我和林晨宇各点了一碗猪肚面，打算简单垫垫肚子。上完面条后，女人就故意往我身边凑，身子几乎要贴过来。大哥，还有点别的吗？白衣女人的声音柔媚，眼神里满是暗示。这女人年纪不大，身高大概1.7米左右，身形凹凸有致，是那种一眼就能让人动心的炮架子身材。干我们长途货运这行的都清楚，跑夜车困顿又乏味，有些做皮肉生意的人就专门在这条路上找司机下手。刚入行时，师傅就反复叮嘱，跑长途有2大禁忌：第一，遇上拦车的陌生人，绝不能让他们上车；第二，不能贪念太重，戒贪财也戒贪色。想要平平安安到家，就得做到遇财不遇色不碰。这些年，我一直严格恪守这2条铁律，无论跑多远的路都平平安安。我不动声色地把凳子往旁边挪了挪，刻意和女人拉开距离。这店里最贵的菜是什么？我语气平淡地问道，故意避开她的暗示。女人又往前挤了挤，身子几乎贴到我的胳膊。山野小店没什么好东西，就有道凉拌肚丝，客人们都挺捧场。白衣女人的声音愈发柔媚，眼神粘在我身上。我合上菜单，又往边上挪了挪，刻意保持距离。那就来1份凉拌肚丝，再加1盘猪头肉。我特意点了2个最贵的菜，既是照顾她生意，也是委婉拒绝她的暗示。懂行的人一看就明白我的意思，可女人嘴上应着，脚步却没有丝毫挪动，依旧站在原地。大哥，您跑的地方多，见识广，您认识一个叫温景然的人吗？白衣女人的语气多了几分急切和期盼。我在心里仔细回想了这个名字，摇了摇头说道：“不认识，从没听过。姑娘，抓紧给我们上菜吧。”我的语气带着几分催促，不想和她过多纠缠。那女人脸上闪过一丝明显的失落，转身走进了后厨。或许是天气不好，又或许是面馆太陈旧，我总觉得店里凉飕飕的，桌椅摆设都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陈旧的像是放了10几年。不知为什么，看店里的一切都朦朦胧胧的，像是隔着一层薄纱，格外不真切。林晨宇朝后厨的方向瞥了一眼，然后冲我挤眉弄眼，满脸暧昧。我懒得搭理他，低头喝着桌上的白开水，掩饰心底的一丝异样。上菜的时候，林晨宇故意殷勤地伸手去接，趁机摸了摸白衣女人的手，眼神轻佻又露。他嬉皮笑脸地问道：“姑娘，你是温景然什么人？找他做什么？”白衣女人听到温景然这个名字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你认识他？她的声音里满是惊喜和急切，身子也往林晨宇身边凑了凑。林晨宇摸着下巴，上上下下把女人打量了一遍，那眼神露骨又轻浮，像是要把女人看穿。女人立刻会意，更大胆地往林晨宇身边蹭了蹭，姿态暧昧。可林晨宇却突然扭头低头吃面，不再说话。他偷偷冲我递了个古怪的眼神，满脸戏谑。我心里清楚，他根本不认识什么温景然，刚才那些话不过是故意逗这个女人玩罢。女人见林晨宇不说话，顿时有些急了：“大哥，你快说，他现在人在哪儿？”白衣女人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恳求。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告诉我。林晨宇大口扒拉着面条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不着急，等吃完饭再说。”他故意拿桥吊足了女人的胃。女人见林晨宇有意刁难，竟更大胆地解开了领口的一颗扣子，顺势就往林晨宇的大腿上坐去，姿态愈发放荡。我不想节外生枝，赶紧开口打岔，打断了这暧昧的场面。这肚丝味道不错，姑娘，帮我打包1份。林晨宇，今儿哥请客，
你带回去给弟妹和孩子尝尝。我故意提起她的家人，暗示她收敛一。白衣女人看我的眼神瞬间多了几分不爽和怨怼，我只好打哈哈圆场，反复强调他老婆孩子还在家等着。吃完饭，外面的雨依旧没有停的意思。我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，连日奔波让我疲惫不堪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就沉沉睡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一阵刺骨的寒意冻醒，睁开眼一看，面馆里一片漆黑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我掏出手表一看，已经晚上11点多了，心底突然升起一股古怪的感觉，浑身都不自在，总觉得这店里的一切都透着说不出的诡异。我开口叫了一声林晨宇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顿时，一股莫名的慌张涌上心头，而且这屋子的温度好像比刚才又冷了许多，冷得刺骨，连一丝活人的气息都没有。室内的摆设看起来更陈旧，墙上的贴画也是几十年前的款式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里间的门缝里透出来一丝微弱的光亮，还隐隐约约能听到女人暧昧的喘息声，夹杂着林晨宇的嬉笑声。我心里一紧，快速朝着里间的门口走去。林晨宇，林晨宇！林晨宇一边慌乱地扣着皮带，一边匆匆从里间跑了出来，他的脸上还带着几分微散的暧昧，眼神躲闪。怎么了，富哥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皱着眉头，语气冰冷又不悦。雨停了，咱们该出发了，不能再耽误时间。林晨宇理了理皱巴巴的衣服，一脸不情愿地跟着我往外走。那个白衣女人也跟着追了出来，眼神急切。大哥，你还没告诉我温景然到底在哪儿呢？林晨宇咧嘴一笑，满脸戏谑，从兜里摸出200块钱，随手塞给女人，嘲讽道：“男人床上的话你也信？傻不傻？”哥走了。那女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眼神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，说不清是愤怒还是深深的悲伤，看得人心里发慌。我心底的不安越来越强烈，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。我一把拉住还在嬉闹的林晨宇，拽着他就往外面跑。下过雨的路面一片泥泞，坑坑洼洼，四周静悄悄的，连一辆过往的车都没有。等我们赶到6段山时，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。这一带的山路蜿蜒曲折，陡峭险峻，山风呼啸着刮过耳边。我强打起12分的精神，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，小心翼翼地行驶着。可奇怪的是，今天不管我怎么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，脑子都昏昏沉沉的，浑身困顿，动不动就犯迷。林晨宇歪在副驾驶上，头歪向一边，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。眼看着指望不上他，我摸出一颗荷叶糖塞进嘴里，勉强提神。大概到了凌晨1点，货车开到半山腰时，突然毫无征兆的熄火。我心里一沉，赶紧叫醒林晨宇，一起下车查看故障。我们拆开车头，仔细检查电路，却怎么也查不出问题所在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打算把车头重新装上，试着重新打。按理说，车头的卡扣是自动回弹的，轻轻一推就能复位。可今天那卡扣却纹丝不动，怎么也弹不回去。我们只好手动去推栓销，可不管用多大的力气，都推不上去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正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微弱的火点，心想应该是路过的司机在路边抽烟提神。林晨宇也看到了那个火点，立刻说道：“富哥，让那兄弟过来帮忙推一下车头。”说着，他就朝着火点的方向走去。可那火点明明在正前方，林晨宇却朝着旁边的悬崖走去。我一看不对劲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立马冲过去拽住他。你往哪儿走呢？那是悬崖！可林晨宇像是没听见我的话一样，眼神空洞，一个劲的往悬崖边震。我急了，抡圆了胳膊，狠狠抽了他2个耳光。清脆的耳光声过后，他僵直的身体才慢慢软下。等我把他拖回到货车边上时，才发现他双眼翻白，眼神空洞。我赶紧把他拖进驾驶室，又掐又拍，折腾了半天，他才慢慢清醒过来，吓得浑身冷汗直流，嘴皮子不停哆嗦。富哥，我刚才是不是做了什么傻事？他的声音颤抖不止，眼神里满是恐惧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打断了他的话，语气尽量平静。别想那么多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就是太困了走神了。说着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从庙里求来的红绳，系在了他的脖子上。你在车里歇会儿，我再下去看看车头的情况。等我再次下车时，那个微弱的火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从兜里掏出3支烟，点燃后朝着四面八方拜了拜。夜行至此，货车出了点小故障，无意搅扰各位。我们都是老实本分的跑路人，家里还有一家人等着吃饭，还请各位行个方便，让我们顺利通过。奇怪的是，那烟头烧得格外快，转眼就燃了大半。就在这时，我再次伸手去推那个栓销，只听咔嗒一声脆响，栓销竟然顺利复位了。我心里一松，赶紧重新回到驾驶室。刚坐下，林晨宇就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浑身抖得厉害。富哥，你刚才跟谁说话呢？我怎么看不见人？他的眼神里满是恐惧，声音都在发颤。我轻轻拨开他的手，点火启动货车，语气平淡地说道：“谁也没有，你太困了，产生幻觉了。你瞎想。”咱们这就走。接下来的路程倒还算顺利，没有再出什么岔子。只是林晨宇一直打不起精神，脸色苍白，眼神涣散。到了第2天半上午，我们终于抵达了转运基地，准备交货。负责接收货物的王哥招呼人过来卸货，顺便往车里瞟了一眼。这小兄弟是新来的吧？看着面生。跟我一起押车的是老板的小舅子，叫林晨宇。你这小兄弟刚结婚吧？真是蜜里调油，跑长途还带着新娘子。我心里猛地一激灵，浑身一僵，感觉这话不对劲。你说什么？哪来的新娘子？车里就我们2个人啊！王哥指了指驾驶室，那不就是嘛，就坐在小林腿上呢，长得还挺俊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驾驶室里分明就只有林晨宇一个人。我心里一沉，赶紧拉住王哥，急切地问道：“王哥，你仔细看看，那新娘子长什么样？”王哥以为我在故意耍他，这小子看一路了还装糊涂，自己看呗。说完，他就转身去帮忙搬货，还朝着驾驶室里招呼：“姑娘，下来歇歇吧，车里闷。小林，带着弟妹下来喝杯茶，歇会儿再走。”我心里清楚，林晨宇这是真的碰到脏东西了。卸完货后，我不敢有丝毫停留，立刻发动货车往回返。一路上，林晨宇的脸色都特别不好，发青发白，整个人昏昏沉沉的，精神萎靡，连话都很少说。当我们再次路过那个加油站时，我特意放慢车速，仔细看了一眼东北角那里，空荡荡的，根本没有什么被杨树遮挡的面孔。我们回到公司时，林晨宇已经发起了高烧，嘴里嘟囔着胡话。我拧了他一把，他就跟感觉不到疼似的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我跟他姐夫说了今天的事，他家就来人把他接走了。从这天开始，林晨宇就没再来过公司。我问过老板，他说请人看了，但没什么用，还是昏昏沉沉的。快过年的时候我去看过一次，不到半个月人已经不成模样，嘴里嘟囔着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认识，真的没听过。他家里人把能请的都请了一遍，谁都知道这是邪病，但没人能治。很快到了年下，我拎着年礼去看我师傅。饭间我跟老爷子说起林晨宇的事，他说这是听着觉得熟悉，让他想起多年前他跑车那会儿，也是在6段山一带。一个女人拿着一张照片，逢人就问你见过照片上这人吗？师傅说照片色都快掉完了，磨得根本看不出照片里人的模样。那女人长得漂亮，但精神像是不怎么正常。但凡有人透给他点消息，他什么便宜都让占。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，也不知道跟林晨宇这事儿有没有联系。最后师傅说，我给你推荐个人，你领着那小子去试试。这人要是治不了，那这小子就没救了。师傅跑了一辈子车，见识广，认识的人也多，还说那人脾气古怪。我们去了恭敬点，说是他徒弟。我虽然对林晨宇没什么好印象，但到底是一条人命，有门路能救他，我不能看着他去死，就打算带他去看看。我陪老爷子喝了几盅后，他又开始教育起我来了。你30好几的人了，得为自己打算，凡事心里得有数。我笑呵呵地回他，有数有数。老爷子酒劲上头，又开始老生常谈。你有个屁的数！媳妇儿不娶，老带着个捡来的拖油瓶过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给师傅满上，很严肃地跟老爷子说，瞧您说的，那是我儿子，那孩子没我活不成，我把他带回来就是个责任。这事儿往后您别再提了。师傅用拐棍敲了敲我脑袋，有点恨铁不成钢。一个男人娶妻生子才是正经。你要养那个孩子，我不反对，但你得为自己打算。我笑着揉了揉脑袋，给老爷子打哈哈。我爹一辈子也没娶妻生子，我不照样给他养老送终吗？师傅不说话，重重叹了口气。我知道他是为我好。陪完老爷子我就走了。到家的时候，我儿子把饭做好。我今年35岁，有个16、17岁的儿子，是我捡来的。当时他只有5、6岁，断了一条腿，牙齿舌头全没了。大冬天穿着单衫在天桥上跟着人乞讨，我花了点钱把他带回家当儿子养。所有人都说这种背后都有团伙，坑的就是我这种傻老猫。我心说傻就傻吧，假的我也认了。孩子在受罪总是真的，我也是路上被我爹捡回来的。这辈子最见不得孩子受罪。师傅给我介绍的那人姓秦，让我叫他秦大爷。年底不出车，我没什么事就带着林晨宇去。我让林晨宇在门口等，自己先进去烧炭。秦大爷对我倒还客气。你就是老谷的徒弟？秦大爷，您叫我小凤就成。我师父年纪大了，腿脚不方便。过年了，让我来看看您。我们喝着茶聊着。看老爷子挺和善的，我就开始把话往正道上引。大爷，今儿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帮忙。老爷子冷哼一声，我就知道那老东西无事不登三宝殿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给老爷子杯里续了点热水，开始说正事。我有一个跟我押车的小兄弟，前阵子在6段山一带，也不知道是冲撞了什么，回来就不好了，想请您给看看。老爷子嘬了口茶，我就知道，他人在哪儿呢？就在门口等着呢，我这就去叫他。林晨宇如今瘦了不少，眼圈发黑，嘴唇发紫，看起来没个人样。秦大爷只看了林晨宇一眼，突然脸色大变，一点情面都不讲。你们赶紧走，这事我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去，东西带走，当你没来过。秦大爷一边往外轰我，一边把礼盒往我手里塞。老谷，那我亲自跟他说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你这事儿我管不了。就这样，我们被秦大爷轰了出来。这事我尽力了，没办成也没办法。林晨宇病得越来越重，到最后起不来床，说不成话。年后复工前，老板给我来了通电话。老傅，6段山那条线合同要到期了，现在这趟线除了你没人接，你要是还跑我就续，你要不跑我就不续了。我知道他是舍不得那趟线的，毕竟利润高，谁跟钱都没仇。但之前接连出事，他怕我不愿意再跑，没敢答应续签。眼见着林晨宇出事，要说心里不膈应是假的。我犹豫了一下，问他，我要是不跑这条线，要调到哪儿？电话里，老板也有点不好意思，吞吐了半天才开口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别的县暂时不缺人。不过以你的本事，到哪儿都不缺饭吃。我给你额外再发3个月的工钱，你要是接着跑，抽成我再给你加1成，但咱们得签个免责协议。你考虑考虑，早点给我个答复。其实我明白，公司当初招我就是为了跑这趟线，该给的抽成也给了，老板没亏待我。晚上我儿子拄着拐围着灶台给我煮面条，我看着他一边空荡荡的裤腿，心里不是滋味。等爸攒够了钱，给你装的好点的义肢。我看电视里说那些高级义肢跟自个身上长得没区别，他这几年都是上的残疾人学校，耳濡目染的我也能看懂一些。他回头冲我比划手语，那得花多少钱？我跟他说，这不是你小孩子该管的事。我记得下个月又该去看牙医了吧？这次能把左边那俩大牙的牙冠装上，再问问右边那俩什么时候能装种植体。我捡他回来的时候，孩子一口乳牙全让人拔了，伤了牙龈，后面到了换牙的年纪，有些也没长出来。好在现在有技术，这些年一颗一颗种的也差不多了。孩子冲我嘿嘿笑，他总能让我想起我小时候，那时候我被我爸捡回来，起码手脚还是齐全的。这孩子比我命苦。晚上我给我爸上了炷香，问他6段山那条线的事，这是我多年的习惯。自打我爸走后，我每次遇到决断不了的事，就给我爸上香，包括我去这个公司接这条线，还有养这个孩子，都是我爸同意的。但凡我爸同意的事，我就没有不敢干的。结果当晚的香烧的特别旺，第2天我就给老板去了电话，告诉他这条线我还接着跑。开工前1天，队里的司机给我打电话，说林晨宇不行了，
大伙组织去看他。好好一个大小伙子，已经没个人样。我们去了也不认人，嘴里含含糊糊，吐字已经不清了，但他始终念叨着温景然3个字，别人听不懂，但我一下就听明白了，这正是女人跟我们打听的名字。我看着他干涩的嘴唇，突然觉得之前可能使错了计，只想着他是被女人缠上，却从来没往这个温景然身上想。老板有些门路，我跟他说后，他很快就找到了公安系统的关系，那人是个老公安。我说，这个温景然跟你们跑货运的到底有什么纠葛？前几年有个老司机辗转托人找上我，说砸锅卖铁也要查这个人，可他耗尽了积蓄，查到死都没查出个眉目，压根儿就没这么个人。有这种事儿？那人是谁？老板闻言很是惊讶，老公安思索了一会后说，好像叫傅彦民，但人已经没了。闻言我心里猛地一个激灵，傅彦林怎么会是我爸？我想起我爸去世前的那几年，肉眼可见的苍老憔悴。那回他经常不着家，除了跑车好像在为什么事奔走。我问他，他也不说。从那时候起，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医生说他是有了心病，自己不肯放过自己。我想不通我爸跟温景然有什么关系，他为什么要费尽心力查他？年后我照常出车，等着他们卸货的时候，我坐在阴凉里抽烟，听着里头有人在骂街，特么给老子找到回梁城的车没有？您再等等，梁山线上的司机下午才过来。王哥好言好语的劝着我。看到基地门口停着一辆越野车，像是出了什么故障，有个师傅正在拆零件，看起来一时半会修不好。我去看了看，老子时间宝贵着呢，你赶紧想办法。是，您放心，我想办法。王哥一边答应着，一边缩着脖子往外走，看见我就小声骂骂咧咧的抱怨：“我呸！王八蛋，仗势欺人的狗东西！”我有点好奇，于是多嘴问他：“里头这是什么人啊？这么凶？”凶，来收账的。这狗叫温景然，不过这也不是他真名，没人知道他叫什么，起了这么个名儿。我心里一抖，难道是女人口中的那个温景然？这人什么来头？以前在山路上劫到的，不过这2年不敢那么猖狂了。现在也不知道靠上了什么势力，在基地这边收卫生费，其实就是保护费。我一把拉住王哥，他要去梁城。王哥点点头。可这个点儿，我上哪儿给他找上梁城的车去？我狠狠抽了口烟，紧了紧拳头。王哥，让他上我的车吧。王哥惊讶道：“你疯了？你回重县跟梁城也不顺路啊！”我把烟屁股扔地上碾灭了。实在不行我绕一下，过了葫芦口把他放国道上，那打车拦车多方便。王哥一把拉住我，激动道：“兄弟，你这是帮我大忙啊！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违背师傅的铁律，拉着陌生人上路。路上这男人跟我聊天：“兄弟，你跑车1个月能挣多少？挣不了几个钱，刚够一家子吃饭的。”男人摸着脑袋看着我：“我看你是个闯荡人。要不跟我干吧？”我问大哥，我除了开车啥也不会，您这一看就是做大买卖的，在哪个行当发财呢？男人勾了勾嘴角，只要胆子大，遍地都是赚钱的门路，就看你敢不敢干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伸手把暖风调大了。我看见他手腕上有一排密密麻麻的疤，于是问他：“大哥，这胳膊咋回事？”男人把手腕缩了回去：“早年的时候倒腾过牲口，让一只狗崽子给咬了。”我跟他聊着天，一直往6段山开。突然男人开口问：“兄弟，这方向不对吧？王哥没跟你说我是去梁城的吗？”我一拍脑袋：“哎呦，真是对不住，习惯了。你看这样，等上了国道，我给您往回绕一下吧。”到6段山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山路上没灯车也不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今天的车好像重了很多。往常去的时候拉满货，来的时候空车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。但今天我隐约觉得，回程的时候比去的时候还重，油门踩到底，车都提不起速了。天越黑，这感觉越严重。男人裹紧大衣，擤着鼻涕问：“兄弟，你这车上空调是不是坏了？”我也感觉到了，一路上暖气呼呼的吹着，车上却出奇的冷。但我的车是年后刚保养过的，空调指定没问题。这时候天又下起雨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慌得厉害。突然我看见后视镜里映着一个女人的脸，我眨了眨眼，再看又没了。正是这一眨眼的功夫，车身突然一轻，瞬间就失控了。我努力打着方向盘，却控制不了方向，车头直朝着河里扎，伴随着男人的惨叫声，一阵天旋地转。我脑瓜子嗡嗡响，我觉得这次可能要交代在这，说不害怕那是假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冥冥之中都是我爸的安排。意识渐渐模糊，我好像真的看到了我爸，他在冲我笑。突然我就淡定了不少，老爷子这么安排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身体不断往下沉，水不断往鼻子耳朵里灌，四周一片黑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有一束光照了进来，光源越来越近，然后我就看清了，是6段山的路段，还是那个加油站，东北角还是个面孔。天阴沉沉的，一辆小货车开了进来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是我爸那辆。我爸去世前，短短2年头发白了一半，肉眼可见的苍老憔悴。但现在我看到的我爸是年轻的、意气风发的模样。时隔多年再次看到他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我爸大口吃着猪肚面，旁边坐着一个小男孩在写写画画。我爸摸了下他脑袋，这孩子一看就有出息，将来指定是个大学生。女人笑盈盈的从后厨出来，咱们普通老百姓家不求大富大贵，只要平平安安长大，堂堂正正做人就好。女人收拾桌椅，挪了挪我爸搭在椅子后的外套。富哥，你这衣服怎么裂了个大口子？这不往里灌风啊？这样可不行，我给你补2针吧，你先吃着。我爸大大咧咧一笑，皮粗肉厚的不打紧，就别劳烦你了。女人笑得很温和，您平时也没少照料我们，这点小事儿就甭跟我客气了。说着她摸了摸孩子的脸，嘱咐：妈去给富伯补衣服。
你乖啊。这时候突然一声雷响，雨哗哗的下起来，这雨来的特别急，我爸疼的一下站起来。车上没盖雨布。等盖完雨布再回到面馆的时候，女人刚好拿着补好的衣服出来，她两大眼瞪小眼的都是一愣，这才发现那孩子已经不见了。突然眼前的光暗了下去，但过了一会又亮了起来，画面里人来人往，像是按下了快进键。春夏秋冬四季更替，那女人日渐憔悴，天天拿着一张照片在人群里打听。面馆里来了俩食客，其中一个拿着照片说：“这孩子看着眼熟，跟前阵子温景言领着的挺像。”你疯了！那个恶把你惹的起，瞎说什么？同行的人立刻使眼色，说着俩人匆匆把照片还给女人，火烧屁股似的跑了，独留女人在身后追着喊得歇斯底里。年复一年，照片逐渐泛黄褪色，孩子也不可能一直那个模样。慢慢的，女人能打听的就只有一个不知真假的名字，她的脸上渐渐有了细纹，夜里时常坐在半山腰上抽烟喝酒。她还在那个面馆里，逢人就问：“你认识温景然吗？”来来往往大多是男人，有手有脚的占她便宜。开始她还抗拒，但只要有人跟她说温景然，她就顺从了。她大概也知道很多人是骗她，但她每一次都满怀希望，只要有人愿意跟她对打，她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主动往上靠。再后来，愿意骗她的人都少，冰天雪地，一个疯了的女穿着单薄的衬衫跌跌撞撞的往外跑，她捂着一张看不清模样的照片，跑着跑着突然掉进了河边的冰窟窿里。随后照片浮起来，越来越清晰，照片上那孩子穿得干干净净，阳光灿烂的对着镜头笑，跟我在天桥上见到他的时候判若两人。快沉到水底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有一股力气拖了我一把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已经在医院了，病房门口站着两个警察。从警察口中我得知了温景然原名吴刚，早些年无恶不作，偷盗抢劫拐卖妇女儿童，是我们找了很多年的人。我们从河底捞出了一具尸骨，是个死了很多年的女人。我把尸骨认领了回来，找了块风水好的墓地安葬起来。不久后，我给儿子订的新一只也装上了，虽然走起路来还是有点跛，但到底不用拄拐了。最后一颗牙关装好的那天，我给儿子买了身新衣服，想着温景然手腕那排疤，我的心像被钝刀子割了一样。当年被人贩子拔光的那口牙，爸爸终于给你补齐了。那天下着小雨，我给我爸上了炷香，就带着儿子出门了。儿子比比划划的问我：“爸，这下着雨还去哪啊？”别管了，上车吧。没多久，我带他来到了一座新坟前，墓碑是我以儿子的名义立，只是不知道死者的名讳，碑文还是空的。我点了一支烟，看着眼前的儿子说：“跪下。”给你妈磕头。儿子看着我，有一瞬间的怔了。他看着墓碑的落款，眼底闪过千万种情绪，然后扑通一声跪下。我摸着儿子的头问他：“还能记起他的名字吗？”儿子眼里蓄满了泪，摇头。4、5岁的年纪，到底还是太小了。看着儿子跪在坟前磕头的样子，时间仿佛被拉得很长，眼前不断闪现当年在天桥的情景。慢慢的，3个人影重叠了。照片上干干净净的小男孩，天桥上乞讨的孩子，还有现在的儿子。回去的路上，老板来电话说凌晨雨没了，让我赶紧过去帮忙。我跟着队里的司机忙活了几天，收拾完葬礼后，日子照常过。夜里路过6段山，到半山腰的时候，我把车停下，我下了车，坐在山路边上，冷风呼呼的吹。我抽了根烟，看着远处闪着的火点。放心走吧，孩子养得很好。火点渐渐消失了，在后来的很多年里，我一直跑这条线，我也没再见过那个女人，而这条线上也没再出过事。